为什么同样是走10分钟，有人越走越瘦，有人走完血糖反而飙升？不是运动量的问题，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而是你走路的那个时间点正在悄悄决定你身体里完全不同的2套程序。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医生让糖尿病患者饭后散步，而不是饭前？为什么同样一段路，早上空腹走和吃完饭走对身体的影响可以相差到让科学家都感到惊讶的程度？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走路，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走路这件事里藏着一个精准的生物学开关，而绝大多数人每天都在无意识地把它拨向错误的方向。先说一个让人背脊发凉的事实，一项针对餐后血糖的追踪研究发现，同样吃一顿普通的米饭加菜，饭后坐着不动的人，血糖峰值会在40分钟内攀升到一个让胰腺疯狂加班的高度。但如果在饭后10分钟内开始走路，哪怕只走10分钟，血糖峰值可以被压低将近30%，不是30%的热量消耗，是30%的血糖峰值。这2件事的差距比你多跑半小时还要大。但更让人意外的是另一面，有一部分人在错误的时间走路，不仅没有任何益处，反而在身体里触发了一套应激反应，皮质醇升高，肌肉分解，脂肪反而被更牢固地锁了起来。他们每天在走，每天觉得自己在做对的事，但身体的反应是背道而驰的。要弄清楚为什么，你必须先理解一件事儿，你的身体不是一台按照卡路里计算的机器，它是一套对时间信号极度敏感的生物系统。同样一块肌肉，在不同的时间点收到开始运动的指令，它调用的燃料来源、分泌的激素种类、产生的代谢结果可以完全不同。走路这个动作本身只是一个触发器，真正决定结果的是你在什么样的生理背景下按下了这个按钮。把你的身体想象成一座有2个储能仓库的城市，第一个仓库在市中心，就是你血液里流动的葡萄糖和肝脏里储存的糖原，随时待命，供应快捷，但容量很小，大概只够支撑一次晨跑的能量。第2个仓库在郊外，那是你的脂肪储备，容量巨大，但平时大门紧锁，需要特定的条件才能打开。每次你吃东西，市中心仓库就会补货。同时，城市管理员胰岛素出现了，它的职责是把这批货物分发到各个细胞。同时，他还做另一件事，把郊外仓库的大门死死锁上。只要胰岛素在工作，郊外仓库就不会开门，脂肪就不会被调用。这不是身体的错，这是生物学的设计逻辑。有外来能量时，先用外来能量，不动储备。问题就出在这里，饭后胰岛素水平处于全天最高点。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开始走路，你的肌肉确实在消耗能量，但它消耗的是什么？是市中心仓库里刚刚补进来的葡萄糖，是你刚吃进去的那顿饭释放出来的血糖。这正是饭后走路最惊人的价值所在。它在胰岛素还没来得及把血糖全部转化为脂肪储存之前，让肌肉直接把这批葡萄糖用掉了。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葡萄糖消耗器官，当你的腿迈开步子，大腿肌、小腿肌、臀肌同时启动，这些肌肉对葡萄糖的吸收不完全依赖胰岛素，它们有一套独立的通道，运动激活的葡萄糖转运蛋白可以直接把血液里的糖抓进来燃烧。换句话说，你走路的那10分钟，肌肉在绕开胰岛素这个中间商，直接从血液里取货，血糖峰值被压下去了。胰腺不需要再拼命分泌更多胰岛素来处理这场葡萄糖洪峰，整个系统的压力被卸掉了一大块。日复一日，饭后这10分钟的走路会在你的细胞里发生一场缓慢但真实的改变，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越来越灵敏，同样剂量的胰岛素能处理的血糖越来越多，胰腺的负担越来越轻。科学家把这叫做胰岛素敏感性的提升。而胰岛素抵抗那个被称为糖尿病前期、心血管疾病和肥胖背后共同元凶的状态开始被逆转。这就是为什么同样走10分钟，有人血糖越来越稳，而有人继续在血糖过山车上颠簸。不是他们的身体不一样，是他们选择走路的时间点让同一双腿做了完全不同的事儿。但等一下，还有另一群人，他们也在走路，而且走得比大多数人更认真。早起空腹走，认为这样能燃烧更多脂肪。这个逻辑乍听起来很有道理，空腹状态下血糖低，胰岛素低，郊外仓库的门是开着的，身体应该直接去烧脂肪。这个逻辑在某些条件下是对的，但在很多人身上，它触发的结果完全不是这样。清晨空腹，你的身体刚刚经历了7-8个小时的睡眠进食，皮质醇水平在这个时间点自然偏高，这是生理节律的一部分，目的是帮助你从睡眠中苏醒，让身体进入准备状态。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施加运动压力，皮质醇会进一步升高。皮质醇是一种应激激素，它会做一件让很多人想不到的事儿，它会指令身体分解肌肉中的氨基酸，将其转化为葡萄糖，用来供应大脑和运动中的肌肉。换句话说，你以为自己在燃烧脂肪，但身体可能在悄悄拆你的肌肉。这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事，但对那些已经存在慢性压力、睡眠不足或者本身皮质醇调节不稳定的人来说，空腹晨走的代价可能远高于收益。他们走完回来，感觉饥饿感剧烈，忍不住多吃，血糖随之剧烈波动，一天都在不稳定的能量状态里度过。而且长期下来，肌肉量在悄悄流失，肌肉少了，基础代谢下降，身体燃烧卡路里的底层能力减弱，反而越来越难受。这正是那些每天认真走路却越走越胖的人从来不知道的原因。那什么时候走路是最理想的？科学给出的答案比你想象的更精确。
也更好执行。饭后10到30分钟内是走路干预血糖的黄金窗口，这个时间段里消化已经开始，血糖正在上升，但还没到峰值。肌肉的葡萄糖摄取通道处于最活跃的状态，不需要快走，不需要出汗，不需要心跳加速，只需要让腿动起来，速度比逛街快一点点就够了。这10分钟里，你的肌肉在处理刚刚进入血液的糖，肝脏的负担减轻了，胰腺的工作压力减轻了，身体的整个代谢系统得到了一次温和而有效的校准。每一餐后都做，1天3次，每次10分钟。这30分钟比你去健身房跑40分钟对代谢健康的贡献更稳定、更持久，因为它直接介入了你每天血糖波动的核心节点，而不只是消耗热量。当然，走路的方式也有讲究，很多人走路时习惯低头看手机，步幅小，脚落地的方式像是在拖着脚走，这种走法大腿肌肉的参与度极低，消耗的主要是小腿的力量，对血糖的干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真正能高效干预血糖的走路姿势，核心在于主动推蹬地面，用臀部和大腿发力，让每一步都有一个完整的蹬身动作，就像你在轻轻踩油门，而不是拖着刹车走。这样走，大肌群全部参与，葡萄糖消耗量会显著提升。同样10分钟，效果可以翻倍。还有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走路时间点，是睡前90分钟左右的轻走，不是剧烈运动，就是20分钟的散步。这个时间段的走路对隔天早晨的空腹血糖有明显的改善效果，原因在于睡眠期间是肝脏进行糖原储存和胰岛素敏感性重置的关键窗口，而睡前的轻度活动可以帮助清空肌肉中剩余的糖原，让肝脏在夜间的代谢工作更高效。很多人早晨起来血糖偏高，不是因为昨晚吃多了，而是因为肝脏在夜间持续释放葡萄糖，这个现象叫做黎明现象，而睡前走路是改善它最简单的方式之一。回到那个让人意外的核心，走路不是一个越多越好的线性动作，它是一个时间敏感的代谢工具。同样的步数在正确的时间窗口里使用，它在干预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保护肌肉、辅助脂肪动员，这4件事上的效率可以是错误时间的3倍甚至更高。你不需要每天走1万步，你需要的是在对的时间走那几步关键的路。还有一件事值得说清楚，走路对血糖的干预效果会随着坚持的时间出现一个加速拐点。最初2周身体还在适应，效果不明显，很多人会觉得没用，但在持续4到6周之后，细胞层面发生了真实的结构性改变，肌肉细胞里的葡萄糖转运蛋白数量增加了，线粒体密度提高了，肌肉处理血糖的效率从根本上变强了。到这个时候，同样一顿饭，同样一段路，你的身体处理血糖的速度比6周前快了将近1倍，不是感觉上的，是细胞层面测量得到的真实变化。大多数人恰好在这个拐点出现之前放弃了，以为走路没用，然后又回去找下一个方法。他们不知道，他们每次都在离宝藏最近的地方转身离开，所以把这件事记下来。今天中午吃完饭，不要立刻坐回椅子上，站起来走10分钟，不需要换鞋，不需要出门，在房间里绕圈也行，让你的腿动起来，让大腿发力，让身体知道这批刚进来的葡萄糖不会被闲置，会被当场消耗掉。这个动作每天重复，每次只要10分钟，会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一点一点的改写你身体处理能量的底层方式，不是减肥广告里那种夸张的承诺，是真实发生在细胞里的缓慢而确定的重建。走路本身从来不是问题，时间才是答案。